传统马来糕发酵工序多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好。如果你也爱吃马来糕，可以参考舅舅这食谱，他做法简易，食材也容易买到，只要3-2下功夫，就有蓬松柔软的马来糕享用了。这肯定能做好吗？那你就要留心观看视频了。舅舅马上开始了。鸡蛋3个，每个约60至65克。如果这鸡蛋是从冰箱里取出，记得要预先解冻，这样才不会影响整个发酵过程。将鸡蛋轻轻打散，接着再加入褐糖100克。舅舅用的这褐糖，因为在冰箱里收藏比较久了，所以有点结颗粒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拌久一些。拌至褐糖比较融化后，再加入牛奶190克。如果家里有人不能接受牛奶，您可以用清水加2片斑斓叶煮开，放置有点温状态，约40摄氏度左右，再加入拌匀，效果也不错。这也很香。对，加一点盐才会甜而不腻。再来4克即溶酵母，拌一拌后再加入190克低筋面粉，这也可以用一般普通中筋面粉替代，只是低筋面粉筋性少，完成后的成品口感比较好，比较软。继续拌匀。拌匀后的面糊是这状态，过个筛，这样面糊会更细致。这结成颗粒的褐糖过不了筛，没关系，就不要好了，不会影响成品。完成后的面糊用张保鲜纸裹上，现在是傍晚，气温比较低了，就让面糊静置发酵2个小时。如果是大热天，就不需要发酵那么久，1个半小时应该够了。2小时后，大火烧热1锅水，因为发酵关系，裹上保鲜纸的面糊整个是鼓鼓的。将保鲜纸撕开，面糊表面布满小气泡，这是面糊发酵成功关系。发酵后的面糊有2倍大，拌一拌，让面糊消泡。取个小碗，再勺入一点面糊，加入2克食用苏打，成品才没有酸味。3克泡打粉，让成品更加蓬松。接着再加入25克植物油，再将植物油拌入面糊内。然后再将拌匀后的面糊加入发酵后的面糊内，做最后一次拌匀。拌匀后的面糊直接倒入个7寸竹箩内，竹箩内要预先垫张烘焙纸。没这竹箩的朋友可以用一般烘蛋糕模具，也可以。将马来糕生坯放入蒸锅里，蒸锅里的水必须煮至沸腾，然后在生坯表面撒点杏仁片，没有这杏仁片的朋友可不加，或蒸熟后表面撒点炒香芝麻也可以，这也很香。盖好，大火蒸40分钟，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开盖，取出待凉。哇塞，漂亮！蒸熟后的马来糕降温后就可以脱模了。这是室温下过了1个晚上的成品，在没重蒸的情况下还是很蓬松柔软的。我们先将这烘焙纸去掉，舅舅用的是普通烘焙纸，难免会有点粘连。如果您用的是烘焙油纸，就不会粘了。从这糕的底部布满密密麻麻的气孔来看，就可以知道糕内部是多么松软。舅舅切开内部给大家看看。视频看到这里，大家有不明白的地方吗？很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内告诉我们，如果您有更妙的做法，也请您与大家一起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学习。谢谢大家。哇，很软哦。是的，这是选用低筋面粉关系。别忘了，这还是室温下隔了1夜，没重蒸过，成品保持的松软度。如果大家不介意再蒸一下，它会变得更加蓬松柔软，更加香喷喷。是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简易版的马来糕，大家还喜欢吗？喜欢的话就试着做做看吧，当成早餐或下午茶点都不错，一家老少很喜欢。
好好吃，没酸味。那你就多吃点。谢谢大家陪伴，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，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。今天我们来做传统口味的黑糖糕，成品松软又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喜欢古早味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。对呀，准备好热水300毫升，传统黑糖200克。我这个是在一间古老杂货店里找到，加入热水内拌至化开。这传统黑糖特别香，它一般上多用在制作酵素上。黑糖性温味甘，具有补中益气，很适合老人家食用。先搁置，降温待用。料理盆中倒入普通中筋面粉260克。表面开裂，会影响口感吗？不会，不介意的话也没关系。烘焙纸沾点盆里残留面糊，定位。入蒸锅前，大力震几下，将面糊里头的气泡震出。蒸锅里头的水必须沸腾，再将黑糖糕放入。表面盖张铝箔纸，虚盖就好，不要盖至密实。最后再盖上锅盖，先大火蒸15分钟，15分钟转中火，再继续蒸15分钟，前后共半小时。
分钟就能享用，冷冻可以保存1至2周，不需解冻，蒸个20分钟左右，还是一样美味。大家就试试吧。